国家大基金3期筹组3440亿元人民币，规模超过1期及2期的总和，由19位股东共同持股。财政部出资600亿元人民币为单一大股东，出资300亿元人民币或以上，还有国开金融及上海国盛等。工行、建行、中行和农行分别出资215亿元人民币，交行和邮储行分别出资200亿及80亿元人民币。国家大基金3期属于专项投资基金，通过资金投入，包括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等，扶持国内的芯片产业。有业界人士估计，国家大基金3期有机会重点投向人工智能芯片、光刻机及光刻胶等领域。未来更多厂商将获得3期投资，借助更多资金和资源，加速推动产业的国产替代进程。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每一个投资半导体股票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啊，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3期已经正式成立了。整个的资本金呢，大概应该是3500亿左右啊，其中1000亿来自于中央财政，1000亿来自于北京啊、上海和深圳3个地方政府，还有1000亿是来自于6家银行啊，工农中建、邮储和交通银行。最后呢，像什么中国烟草啊、中国移动啊，也象征性的给了200多亿，凑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集成电路大基金啊。那么3500亿的量是远远超过了第1期和第2期加起来的量，可见这次国家要振兴啊集成电路大基金的意志是非常坚决的。不过呢，我想问个问题啊，咱们这银行能够对外做股权投资吗？银行是个什么单位？银行理论上就是应该是个吸收存款，然后用高度审慎的方式啊，把这些存款往外做贷款的这么一个金融机构。银行理论上是不应该对任何的非金融系统进行投资的，而且银行的钱投出去的钱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靠谱才能投，它一般不能投那种所谓的科技类行业，科技类不靠谱啊，好的时候特别好，烂的时候特别烂呢，对吗？所以呢，一般做投资都是风险投资基金。那银行从来是做优先级，不做劣后级。银行只做债性投资，不做股性投资。但这次我看到中能工建啊、邮储和交通啊，每家也掏了大概215亿左右啊，邮储稍微少一点。那么我想问一下，银行投这笔钱投出去，适用于什么百分比的风险权重呢？我记得原来最早应该是1250%，那基本上就是不让银行对外做股权投资。后来又调整到了资本啊新规公示的400%，后来又调整到了250%，这里面到底适用哪个百分比？这个我还真是想知道。总之呢，我认为啊，让银行来投这种集成电路大基金啊，确实有点不太妥当，应该发动社会资本，发挥啊对这个科技行业、对风险行业有更大承受能力的社会资本来参与3期集成电路大基金的投资才对。但我在这里面没有发现一家我熟悉的社会风险资本，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大的缺憾啊。我觉得像中国移动啊，或者像什么中国华润啊、中国烟草来投啊，说得过去，但是让银行来投不合适，或者呢应该加大这个北京、上海、深圳3个地方政府的投资力度。啊，这次呢，他们反正每家都出了大概300亿左右，我觉得还可以多出一点，把银行的钱给出了。接着奏乐，接着舞。从去年开始，关于设立3000亿规模的大基金3期的消息，已经在市场上广泛流传。今天，这一传言终于落地。工商信息显示，2024年5月24日，国家大基金注册成立，注册资本3440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张欣，经营范围包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企业管理咨询。值得一提的是，银行系资本也集体下场，交通银行出资200亿元，邮储银行出资80亿，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均出资215亿元，国有6大行共计出资1140亿元，出资占比达33.14%。另外，在2期基金中，参与出资的成都、武汉、浙江、重庆、
安徽等地国资和协鑫资本、三安集团、五月丰科创等企业和机构这次未参与3期大基金的出资。目前3期基金刚刚组建，尚未公布投资计划。但是据今年3月华新证券发布的报告显示，未来大基金3期除了延续对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的支持外，更有可能将 HBM 等高附加值 DRAM 芯片列为重点投资项。当然，国家大基金3期的投资范围肯定远远不止于此。高端领域的设备、材料、零部件卡脖子深水区的国产替代，都将成为其重点布局领域。此前，路透社曾在9月报道，中国将启动大基金的第3阶段。基金1期成立于2014年，注册资本为1387亿元人民币；2期成立于2019年，注册资本为2040亿元人民币。大基金1期和2期资金主要投资于集成电路产业，包括但不限于半导体设备，以支持中国半导体产业快速发展和自主创新。而第3期在美国对中国芯片和人工智能产业技术限制大幅升级的背景下开始筹集资金，规模远超过第2期基金。目前，大基金已为中国最大的2家芯片代工企业中芯国际和华虹半导体以及闪存制造商长江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一些规模较小的公司和基金提供了融资。中国芯片造假成风，芯片基金贪腐涉及面广，一向为人诟病。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2006年的汉芯1号事件。当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进声称研制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DSP 芯片汉芯1号，震惊了业界。然而，后来经调查证实，汉芯1号实际上是国外芯片的仿制品。2022年，中国国家审计署发布了一份审计报告，披露了多起芯片基金贪腐案件。报告指出，一些芯片基金管理人存在虚构项目、骗取资金、挥霍浪费等问题，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大基金1期、2期总经理和董事丁文武于2022年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反映出中国芯片产业发展忠诚性缺失，为骗取国家基金虚构或夸大芯片性能指标。多位其他高管接受调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内容显示，国家开发银行国开发展基金管理部原副主任陆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开发银行、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吉林省监委监察调查。而陆军还是原华新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并参与了大基金的管理。眼下中国政府一向依赖的大基建投资已经无法再带动经济增长了。政府提出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将芯片产业打造成国家战略。近年来，国家大基金的运作模式遭受质疑。批评者指出，作为政府向芯片产业发放资本的主要工具，尽管大基金带动了上万亿投资，但并没有帮助国产芯片和设备制造技术取得突破。